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来介绍我在 3.13 的第一支近战角色——冠军将军战吼。影片的前面我会大略讲一下我的近战是怎么脱荒的，内容可能不是最适合的方式，不过是我比较习惯的方法，就大概讲一下，分享给大家知道。我脱荒的技能主要是用威吓战吼加上烈地战吼，再配合烈地之击打出伤害。武器以双手斧为主，天赋几乎都是走生命，但后期要转也不会改很多天赋。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一一介绍吧。在第一章时，我的技能是使用烈地之击，穿上瘫痪、附加火焰伤害、残暴、猛攻、击中生命回复，然后还使用了威吓战吼，为一技使用了烟雾地雷及幻步，光环开了火力，以及使用了先祖卫士增加攻速。在13等时可以使用传奇武器双手斧的断坠。接着到第二章后，解完清理蜘蛛可以取得近战物理伤害，然后再把猛攻给换下来，其他的技能就没有什么变动。到第3章时，解完图书馆的命运之雨就可以取得护体，替换掉附加火焰伤害，光环曾改成骄傲，在解完迷失的爱情之后可以取得，图腾则改为先祖战士长，在解完铲除左右手之后可以取得。到第4章时，把瘫痪和击中生命回复换下来，换成全爆和残虐。全爆以及残虐都在第4章的永恒梦魇任务解完之后就可以取得。我更换武器的顺序如下：33级时换上死神的取魂器，45等时使用解血之镰，62等时使用因为塔之翼。其实大部分的传奇双手斧伤害都还蛮高的，也不一定要照我的方法，自己觉得顺手就可以了。再来就进入主题啦。首先来讲一下职业的部分，不一定要使用冠军来玩将军战吼。依忍者网的比例来看，用暴徒玩的人比冠军还多很多，原因应该是暴徒的伤害比较高。个人是认为冠军相对的比较弹一点，较适合资金较少的玩家使用。虽然组起来之后我觉得伤害也很高就是了。这个流派的主要是叫出尸体后释放将军战吼，召唤幻影战士去打怪这样。将军战吼这个技能是从尸体交出幻影战士，一次最多5个，配合附魔头的话可以到6只。再使用红刃旗帜这个盾牌，主要是战吼有无限强度这一条，可以使你每一次战吼都可以交到5只的上限。天赋则会点到武装召唤，让你的战吼技能不用施法动作，就可以方便卡键，也可以放在左键使用。我的将军战吼是穿上刀锋乱舞这个技能，有其他想法的人也可以穿上别的技能玩看看。尸体的取得方式是利用旋风斩去引导释放亵渎，平常打怪就是卡着战吼，旋风斩去引导产生尸体，招出幻影战士打怪这样子。那技能的解说就大概到这边，再来讲一下升华的顺序。我是先点了铁金刚，增加坦度和伤害，再点不败英雄拿防晕，最后再拿征服者和氪金的对手。升华没有绝对的顺序，这边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看法。接着来讲一下装备的部分，这个流派唯一绑的装备就是红刃骑士这个盾牌，其他的部分可以依个人喜好去做挑选。武器我是使用矛盾对决，这把已污染的是2个崇高买的，盾牌也才几吸而已。头盔附魔基底则买了100吸，再点个生命金水有速抗就拿着用了。想冲高伤害可以选用自杀头，不过练等期间还是不建议就是了。衣服使用智者之山，也是几吸就买到了，记得挑选最大抗性 78% 的比较好。现在连接时已经便宜到1冲高可以买2000多个了，可以考虑自己连看看，或者也可以选用狩猎基底的星芒衣，此最挑生命加生命趴数和暴击率，不过这件就贵了点，所以我就不推了。有闲想再提升装备的人可以考虑看看。腰带则使用瑞士拉萨之铲，可以提升不少物理伤害以及血量。最后记得上催化剂增加伤害，这条也没几吸就有了。手套使用圣中神手，主要是拿脆弱效果以及增加暴击率。这个手套我是花了4个崇高买的，是我身上最贵的装备。如果想省一点的话就舍去爆率，只挑有脆弱的黄手套就好，再找血量和抗性来补，也不会花到很多钱。鞋子则是找尊师基底的鞋子，主要是拿插槽中护体辅助这一条，再额外挑血量、跑速和抗性等等。这个鞋子大概2个崇高可以买到，看你挑的数值高低去做决定。
戒指则建议使用金水点敏捷或者智慧来用，因为矛盾对决要212的敏捷，这个流派极度的缺敏捷和智慧。我是一颗补敏捷，一颗补智慧加敏捷，剩的再补生命和抗性等等。其中一颗戒指工艺要上减少引导技能的魔力消耗。项链我是使用魔符，魔符算是 CP 值最高的项链了。我是设定生命、物理点伤、痊愈暴击加成下去找，再补一点抗性。抹油只要是用得到的话就好了。这条项链只花了我100C。如果不使用魔符的话，应该要花好几个崇高才有这个能力。接着再来讲解一下珠宝的部分。我是用了2颗巨型、2颗中型、1颗小型的星团。巨型的部分我没有刻意去挑，只要是能吃到的就用了，物理伤害和攻击伤害都可以。中型的部分2颗使用了结晶攻击的星团，1颗的词是鬼魅呼啸加上模范领导。鬼魅呼啸是可以使敌人被威吓，承受10%更多的伤害。模范领导则是战火时获得猛攻，基本上就是常驻。另1颗的词是暴民心理加上挑唆者。暴民心理是每次战场都有几率可以拿球，很常哄着就满球了。挑唆者则是增加暴击率以及暴击加成。然后小型星团珠宝使用奇塔佛的教学，效果是每消耗一具尸体就恢复5%的生命及5%的魔力。我的战统气力是 1.89 秒，所以就是不到2秒就可以回血回抹，非常的好用。还有使用1颗致命的骄傲，此罪选择阿寇亚，主要是把大型天赋变成初炼师，这样子才有深入值可以开狂战。以上的星团都只有几系而已，全部加一加也不用1颗崇高。近代的星团真的都超级便宜的。然后看手之页买了1个崇高，只挑了精准的暴击加成，有钱的话可以再配上骄傲增加攻击伤害这一条。一般的珠宝则使用了3颗，此罪挑生命、暴击率以及暴击加成，这3颗各 100C 左右入手，有钱的话可以挑选双暴击加成的。那珠宝的部分也就都介绍完了。总结下来，这只角色的装备加上珠宝，不到10个崇高就完成了。这季瓶中信仰也很便宜，加上去也不到20个崇高，这个造价打出来的伤害我是非常的满意。这支近战的流派还蛮推荐给大家的，毕竟不用太昂贵的装备就可以打出这样子的伤害，也欢迎推荐给朋友们玩看看，并不是每个近战流派都要很贵的。那影片的最后我会放上技能创法和我所使用的药剂，如果影片内容有讲错什么的话，也麻烦留言跟我讲一下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，我是阿草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